世界上同种类中毒性最可怕的10种动物，它们都代表了自身种族的毒性之最。第1名甚至代表了整个动物界之最。毒性在自然界中是一种超级生存技能，往往潜藏在那些颜值超高或者柔弱可爱的生物体内。也正因如此，让那些好奇的人丢掉了性命。今天就跟着阿军一起探索这10种各自种类中霸主级的毒王吧。这样，如果以后遇到，也可以避免发生意外。那么，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第10名，最毒的鱼——石头鱼，别名玫瑰毒油。它的外貌既怪异又丑陋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它还是已知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鱼类。仅25毫克的神经毒素就足以终结一个重达70公斤成年人生命。石头鱼的主要分布区域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，还有中国南海。这种鱼非常善于伪装自己，它们通常潜伏在海底的沙砾中，或藏身于岩礁的缝隙里，将自己巧妙地伪装成一块不起眼的石头。在这静止不动的状态下，它们身上的不规则凸起与周围的沙砾和岩礁融为一体，使得猎物难以察觉。石头鱼的毒素主要集中在背部尖刺，人类常常是因为无意间踩到藏身于海底的石头鱼，而遭到其被其毒刺的攻击。石头鱼的毒素会导致剧痛、红肿、呕吐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心跳骤停，威胁生命安全。然而，在中国，人们却将这个看似凶恶的生物变成了一道价值不菲的美食。石头鱼的价格每斤高达220元，不过这样的价格也合情合理，因为据说这种鱼肉质鲜美，骨刺稀少，堪称上好美食。第9名，最毒的蜥蜴——吉拉毒蜥，是世界上少数有毒蜥蜴中的一种。半数致死剂量6D50为 0.4 毫克每千克，和苏门答腊眼镜蛇毒性相当。对吉拉毒蜥来说，拿下世界最毒蜥蜴的称号很容易，原因是它们的竞争压力小。要知道，世界上仅有2种有毒蜥蜴，分别是吉拉毒蜥和猪毒蜥，都生活在北美洲。吉拉毒蜥主要在夜间活动，在白天则藏于岩石或树洞中休息。它们是孤独的动物，除了繁殖期之外，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生活。它们的主要食物包括鸟类、乌龟和蛇的蛋，以及刚出生的兔子和松鼠。在2次进食之间，可能相隔很长时间。吉拉蜥蜴会消耗储存在它们尾部的脂肪来补充能量。它们毒液的注入不像蛇和蜘蛛一样高效，可以通过牙齿灌注，而是由下唇的腺体通过牙齿上的微小凹槽泄露出来。这就意味着要真正的给它们的猎物注入毒液，吉拉蜥蜴实际上需要紧紧地咬住并咀嚼。有趣的是，吉拉毒蜥几乎只用它们的毒液来防御，因为它们最喜欢的食物鸟类、乌龟和蛇的蛋都无法反击。虽然人们很少在野外遇到吉拉蜥蜴，但有时还是会发生被咬的情况。毒液的症状包括肿胀、剧烈的烧灼感和血压降低。美国毒药控制中心发现，从2000年到2011年间发生了105起希拉蜥蜴咬人的事件。幸运的是，大多数咬伤并不严重，几乎一半的人不需要去医疗机构就医，并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。并且在它的毒液中含有一种被称为 Xanthine-4 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对于治疗2型糖尿病有显著的效果。第8名，最毒的哺乳动物——鸭嘴兽，是一种小型两栖的澳大利亚哺乳动物，它的毒素堪称折磨之王。鸭嘴兽的雄性拥有一种附在大腿上的毒腺，并连接到各脚踝内侧的一种刺，这些刺可以用来防御，其毒性足以杀死小动物，并在刺穿人类皮肤时会造成剧烈的疼痛。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几个月，这会使得人完全没法睡觉和安静的思考，甚至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导致死亡。
尽管如此，鸭嘴兽也不是可怕的动物，只有在感到威胁时才会使用其尖刺，但是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积聚毒液。此外，只有雄性才有毒，雌性虽然出生时有尖刺，但会在成年后掉落。而且这家伙浑身都充满了精气。正常的哺乳动物都是幼崽牙齿不如成年的锋利，但这家伙却相反，成年的鸭嘴兽是没有牙齿的，嘴巴内只有角质垫，而小兽出壳前却长有锋利的卵牙，用来打开卵壳。出壳后，卵牙很快脱落，又长起10多颗乳牙，接着又脱落，再生出来的就是伴随终生的角质垫。虽然没有牙齿，但聪明的鸭嘴兽会将碎石块塞进腮帮子，用碎石头作为牙齿打碎一些坚硬的食物，所以它们依然可以咀嚼喜欢的食物。并且鸭嘴兽属于单孔动物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排尿、排便和有性生殖全部在一个孔进行。尽管它们是哺乳动物，按道理说应该是胎生，但它偏是卵生，并且雌性个体还没有乳头，它们只有位于腹部的乳腺，该位置分泌的乳汁会从毛发溢出，大概就像是出汗一样。而小鸭嘴兽要吃奶，就只能通过舔食母兽腹部的毛发。第7名，最毒的鸟。也或许听过“饮鸩止渴”这个成语，成语中的鸩就是指的一种毒鸟。这种毒鸟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，它的名字叫黑头林菊翁，主要生活在新几内亚的森林中。黑头林菊翁的主食主要是水果，不过它们也会捕食昆虫，如甲壳虫、蜘蛛以及毛虫等。有趣的是，黑头林菊翁会通过毛发和皮肤分泌一种被称为蛙毒素的有毒化合物，这种毒素也存在于蝎子等动物体内。尽管这种毒素在不同的物种中的效果各异，但是对于黑头林菊翁来说，如果你触摸到这种鸟，可能会导致手部产生麻木的感觉。研究发现，这种毒素主要作用是帮助黑头林菊翁抵御寄生虫，如狮子等的侵扰，以及人类等捕食者的攻击。然而，这种鸟类的毒性极强，绝不能食用。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摄入这种毒素可能会致命。不过，黑头林菊翁也有辨认的方法，它们会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刺激性气味，近距离下能闻到一股酸臭味，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捕食者它们并不好吃。另外，黑头林菊翁也是外语专家，它能发出至少7种不同的叫声，不禁让人称其大自然的奥妙。第6名，最毒的蝎子。以色列金蝎也被称为以色列杀人蝎或中东金蝎，主要栖息在中东和北非的干燥沙漠地带。这种蝎子以其毒性强大而著名，仅需100毫克毒液就能够致一名70公斤的成年人死亡，这使它被吉尼斯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毒的蝎子。虽然它的毒液量一次性释放可能不足以杀死一个健康的成年人，但对于儿童和老人来说，其毒性足以致命。因此，如果你遇到这种蝎子，千万要谨慎行事。以色列金蝎善于挖掘，它们会在柔软的沙地上挖出深达1米的洞穴，用于节省水分和躲避天敌。与其他很多蝎子一样，它们是夜行性的动物。白天，以色列金蝎会躲在岩石下，避开烈日的炙烤；夜晚时分则出动觅食。这种蝎子的主食包括小型昆虫、蜘蛛和其他无脊椎动物，甚至连臭名昭著的黑寡妇蜘蛛都是以色列金蝎的美食。而以色列金蝎的毒性虽然对人类构成威胁，却也有它的独特价值。有些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以色列金蝎的毒液研究癌症新的治疗方法，这也使得以色列金蝎的毒液具有非常高的医用价值。据报道，这种蝎毒的市场价格每克可能高达75万美元。第5名，最毒的蜘蛛。巴西游走蜘蛛是一种毒性极其强烈，并且攻击性也很强的种类，就算是没有挑衅它，也会主动攻击人类。它在2007年吉尼斯世界纪录
被列为最毒的蜘蛛，只需1毫克毒液就能杀200只老鼠。其名字来源于它首次在巴西被发现，但这类型的蜘蛛也存在于南美及中美洲的其他地区。巴西游走蜘蛛得其名，是因为它在丛林地面游走，而不是居住在巢穴或网中。这也是它被视为如此危险的另一个原因。在人口密集区域，巴西游走蜘蛛通常会寻找阴暗的地方躲藏，同时它还特别喜欢躲进香蕉里，所以也被称为香蕉蛛。然而，巴西游走蜘蛛并不吃香蕉，这通常会在人们不小心打开包装时造成悲惨事故。在巴西，每年有5000人以上被它叮咬，造成死亡数达到40人。它的毒液是一种极强的神经毒素，被咬伤者可能会呼吸衰竭，进而窒息死亡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毒素能让男性一直金枪不倒。被巴西游走蜘蛛咬伤的男性会出现持续的勃起状态，这种勃起可能会持续5小时甚至更久，哪怕当你已经释放了蝌蚪后，它依然处于勃起状态。然而，这种勃起并不健康，超过4小时的勃起状态是需要紧急医疗干预的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伤害，甚至会造成性无能。不过，也有人据此研制出了一款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凝胶，外用涂抹在患处，可达到屹立不倒的效果。有实验在小白鼠上涂抹后，在没有性刺激的情况下，持续1小时都能耸立，效果据说比某歌都来得强。第4名，最毒的脊椎动物，你们知道吗？当你在中南美洲雨林中漫步时，一定要留心环境中的生物，尤其是那些瞪大眼睛、鲜艳外表的小精灵们——箭毒蛙。别被它们的小巧可爱给蒙蔽了双眼，其实它们是世界上最致命的脊椎动物。此情此景，你一定会感到惊奇。毕竟，我们眼前的这些小家伙，虽然身形细小，却拥有着致命的威力。箭毒蛙一族中有超过175个物种，其中55种都拥有危险的毒性。它们的身躯虽小，威力却极大。据说，仅一只金色箭毒蛙的毒素就能杀死20个成年人，1克提纯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5000个人。至于为什么叫它毒箭蛙，是因为当地印第安人喜欢用它的毒素涂抹在箭头上捕猎动物，而因此得名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有些好奇，为什么这些小蛙这么毒呢？其实，箭毒蛙的毒素并非自产，而是由它们经常食用的某种蚂蚁或狮子中的毒素转化而来的。而有意思的是，如果将箭毒蛙在人工环境中饲养，隔离了它们的自然食物，箭毒蛙的毒性还会逐渐消失。白天，箭毒蛙会活跃在地表的落叶、岩石缝隙或树干上，它们的舞台虽然简陋，但生活却乐在其中。在野外，箭毒蛙的寿命可以达到10年的样子，在人工饲养环境下，甚至能活到20年。然而剧毒无比的它们，也有能免疫它们毒素的天敌，比如今天要介绍的第2名，它们可以轻易地捕食毒箭蛙，且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第3名，最毒的软体动物，用世上万物的标准来衡量，蓝环章鱼似乎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短腿，大能量。尽管个头不大，却能深得毒神之名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毒的软体动物。藏匿于这只12公分左右的小巧体型里的，是能在几分钟内送你上西天的致命毒素。蓝环章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潮池和珊瑚礁中，从日本到澳大利亚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。它们平均只活2到3年，虽然生命短暂，却足以刻骨铭心。尽管日常生活中，它们善于利用皮肤色素细胞在岩石中隐藏，可一旦遇到威胁，它们会迅速变色，将身上的蓝环瞬间点亮，这如同照亮黑夜的明灯，对外界发出生命的警告，遥告途径者此处有毒。对于这种毒素，科学家曾做过一项关于人类的毒性研究，结果是只需要0.5毫克的毒素就能取走一个人的生命。
仅一个蓝环章鱼的毒素，就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将26个成年人送上黄泉。此外，这种毒素还特别顽固，即使被烹煮或用盐腌制，也无法破坏。这就是蓝环章鱼的最后一手沙牌。人们对其毒素的防治也束手无策，至今都没能开发出抗毒血清，并且章鱼妈妈还会把毒素注入到下一代的卵中，让孵化后的孩子们也同样毒性害人。第2名，最毒的蛇，凶残，速度快，毒性强。当你听到这3个词，你会想到什么动物？恭喜你，答对了，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内陆太攀蛇。提起它的毒性，我都想给它起个死神的辣条的外号了。这可是比响尾蛇毒性强300倍，比眼镜王蛇强20倍的生物，咬人一口排出的毒液可以轻松毒死100个成年人，也可以在24小时内毒死20吨重的猎物，相当于2头成年非洲象的重量。仅1克毒液就能杀死4万只小白鼠。内陆太攀蛇生活在半干旱地区的黑土平原，这些地方位于昆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边界的区域。它们以哺乳动物为食，特别是鼠类，并且它还免疫毒箭蛙的毒素，所以也会捕食毒箭蛙。内陆太攀蛇在捕食或受到惊扰时，会将前半身呈 S 形挺立起来，攻击速度极快，几乎快到人眼无法看见，是世界上攻击速度最快的毒蛇。往往猎物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已被它的毒牙连续咬了2-3下，并且它不仅速度极快，毒性极强，还非常善于伪装。它们可以根据环境改变自身颜色，这种能力如果换在人身上，妥妥的超级英雄啊！话说回来，它们的毒素有2种，一是神经毒素，二是心脏毒素，能够抑制和麻痹神经末梢，阻断肌肉与神经的联系，导致呼吸系统瘫痪。它的毒素中还含有能破坏肌肉组织以及加速血液凝固的毒蛋白。如果血液凝固，就无法将氧气等有机物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会使心脏停止跳动。尽管它们毒性极强，但性格较温顺，而且生活环境人迹罕至，所以极少咬人，有记录的只有2例在野外被咬伤。第1名，最毒的动物，香水母，是地球上已知对人毒性最强的生物，又名海黄蜂，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以及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泰国等较温暖的海域。据研究发现，一只香水母的毒素能够毒死60个成年人，一旦受到香水母毒液的侵害，在4分钟的时间内未能及时得到救治，便会致命。其身后拖着60多条带状触须，这些触须正是使人致命之处，它们能伸展到3米以外，在每根触须上都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囊状物，每个囊状物又都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盛满毒液的空心毒针。仅在澳洲，每年就有20至40人死于香型水母蛰伤。尽管看起来完全透明且看似没有任何器官的它们，却有24只眼睛，分布在管状身体顶端的杯状体上。这些眼睛分为4种不同类型，最原始的一种只能感知光的强弱，但有一种眼睛则更精巧复杂，能像人眼一样感知色彩和物体的大小。这些眼睛的分布能让它几乎看到周围环境中360度的范围。它们通过全知的眼睛和无解的触手，可以轻松地完成对猎物的绞杀。但这位地球最毒的毒王，却也不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。像海龟这样的物种，对香型水母的毒素具有免疫力，并将水母作为主食。海龟的皮肤比较厚，对触角的刺伤具有抵抗力，而它们的壳则提供了对触须刺伤的全面保护。不禁让人感叹，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，没有永恒的无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统治地球的人类，其天敌又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你觉得人类的天敌到底是谁呢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下你的神评论。
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，支持一下阿军。也可以进入主页，里面有更多精彩的视频等着你的批阅。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。